我和谢战双双重生了。上一世我们是上京城出了名的神仙眷侣，郎才女貌，琴瑟和鸣。细数我一生，不可谓不圆满。夫君对我敬重有加，长子位极人臣，女儿入宫为后。我被陛下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享尽荣华富贵。这一世重生回来，谢战依旧是那个清冷淡漠，宛如皎皎天上月的天下第一公子。我却不再痴心妄想，做那上天摘月的人，不再费尽心思讨好他，不再勾引他。我与谢战，今生应是永不见，从此山水不相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上一世，我和谢战的姻缘是我步步为营谋来的。我姨母是国公府的继夫人，娘亲病故后，姨母便将我接进府里亲自抚养。她没有子嗣，待我如亲女儿一般疼爱。府中下人表面对她恭敬，实则背地里讥讽，什么穷亲戚都弄来国公府打秋风，商贾之女就是上不得台面。姨母性子弱，嫁入侯府10余载，依旧像无根的浮萍，既无掌家之权，亦无人给她撑腰，遇事便躲起来暗自垂泪。我和姨母性子截然不同，我自小争强好胜，想要什么便会主动争取。在见到谢战的第一眼时，凌乱的心跳就告诉我，我想要他。可谢战是何人？他是芝兰玉树的国公府嫡长子，是宛如皎皎天上月的天下第一公子，清冷淡漠，君子端方，又岂是我这种出身商贾之家的孤女能染指的？上京城的贵女笑话我没脸没皮，痴心妄想，人人都说我不配，可我偏要他。谢战终是娶了我。一次晚宴，他被歹人暗算，中了虎狼药，我自荐枕席为他解毒。那一夜他温柔至极，哪怕中了药，亦在强行忍耐克制，与我耳鬓厮磨，以我的感受为先。我疼得哭出来时，他双目猩红，隐忍地闭了闭眼睛，竟还能强行停下来。莫哭莫哭，温柔缱绻地吻去我的泪水。我几乎沉溺在谢战带来的陌生的情潮中。缠绵过后，谢战终于清醒，看到浑身斑驳痕迹的我时，他居然怔住，连忙背过身去，污了表妹清白。此事我定会负责，明日便的人去江家提亲。他是君子，事已成定局，他不得不娶我。婚后谢战依旧漠然端肃，我得到的谢战是一具冰雪雕刻的躯壳。他对我永远是清冷的、疏离的、淡淡的、沉静的。无妨，山不救我，我便去救山。在我的锲而不舍之下，我们渐渐竟有了几分神仙眷侣的模样。譬如我抚琴时，他会以笛声相和；再譬如与他对弈时，他亦会容忍我一次又一次的悔棋。谢战不纳妾，不收美婢，人人都羡我好命，说我嫁给了世间最好的男儿，对妻子如此一往情深。我闻言也只是莞尔一笑。细数我这一生，不仅如愿嫁给了谢战，养出了一双出类拔萃的好儿女，还被陛下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享尽荣华富贵。人生似乎已然圆满。直到临终前，我望向谢战几十年如一日无波无澜的眼睛，鬼使神差地问：谢战，你可曾有片刻心悦过我？谢战沉默不语。我笑了笑，闭上了眼睛。弥留之际，仿佛又回到了我们新婚之夜。谢战久久未归，我便自己掀了盖头，一路寻到书房，找到了喝得酩酊大醉的谢战。他趴在书案上，眉头微蹙，脸颊绯红，睫毛轻颤，有种破碎感。案上放着一幅海棠春睡美人图，墨迹未干，显然是刚画的。美人图虽只是背影，我却一眼认出，那是准太子妃相府千金沈云离。月色盈盈，透过窗落在那幅新画上，一笔一画都浸着爱意。我压下满腔的思绪，悄然离开书房，只当自己从未来过，也从未见过。那时的我啊，年轻气盛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换一种活法，不再痴心妄想，做那上天摘月的人，不再费尽心思讨好谢战，不再勾引他。我与谢战，来世应是永不见，从此山水不相逢。在睁眼时，
我重生到谢战被下虎狼之药那夜。彼时我跨坐在谢战腰上，罗衫半解，香肩微露，而谢战那双常年握笔抚琴的手正握着我的细腰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手背青筋暴起，掐腰的力道时轻时重，不知到底是想握紧还是想松开。我先是怔了一瞬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立刻推开他。不可如此，说着翻身下床，拉好半解的衣衫，将胸口拢得严严实实。谢战斜靠在床榻上，脸上布满潮红，黑发如瀑，衣衫凌乱。褪去清冷持重的外壳后，他在夜色中像个勾人心魄的妖精，整个人艳色惊人。黑眸氤氲，迷蒙地望着我，音色低哑。你我是夫妻，为何不可？我心中微震，随即便明白，谢战定是也重生了。只是我已发誓，若有来世，远离谢战。思及此，我抬眸看他，泪光盈盈。表哥与我，男未娶女未嫁，何来夫妻一说？我知你素来瞧不起我，又何必如此羞辱我？闻言，谢战迷蒙的眸色逐渐清明。他先是环顾了一圈四周，然后视线才与我的泪眼对上，微微蹙眉道：抱歉。而我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他半句，倏地打断他：表哥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纠缠你了。说完，我拔腿就跑，迎着夜风一路跑到湖边，借着清澈的湖面仔细整理好仪容，仿佛什么都未发生过，回到了宴席上。姨母握住我微凉的手：去了这么久，手都冻着了，冷不冷？我冲她甜甜一笑：姨母，我不冷，我很开心。姨母便也笑了起来。那一夜，谢战没有再回宴席。翌日，我和姨母正在用早膳，谢战身边的人来报，说公子病了，不能来给夫人请安，请夫人恕罪。谢战君子之风，克己复礼。待姨母这个继母虽不亲厚，可该有的礼数却很周全。姨母放下碗筷，关切地问道：怎地忽然病了？可有请大夫看过？小厮墨池抬眸瞥了我一眼，我置若罔闻，继续埋头喝老鸭汤。墨池恭敬地回话，说是昨夜赴宴饮了些酒，不小心踩空，跌入湖里。初春的湖水冰冷刺骨，就是再好的身子也禁不住这般折腾。昨夜回来便发起了高热，直到现在都还没退热。姨母担忧不已，当即起身要去看望谢战，人都已经走到门口了。墨池忽然问道：表小姐不跟着一起去看看公子吗？姨母反应过来，回头看我：是啊，铮铮，你平日里总追着你表哥跑，今日怎么见你跟着一起了？我放下调羹：我就不去了。姨母带我向表哥问好，又一本正经道：往日是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以后不会再缠着表哥了。谢战病了许久，而我一次都未曾去看过他，还遣走了教我弹琴和下棋的师傅。前世的我把自己掰碎了，碾成泥，再揉成谢战喜欢的样子。他习抚琴，我便勤学苦练，只盼得他回头一顾。他喜欢下棋，我便拜师学艺，精读棋谱，只为了与他对弈时能与他相处久一些。谢战不知道，其实我既不爱抚琴，也不喜欢下棋。这一次，我要做回真正的姜文征。我跟姨母提出想要搬出国公府，既然要远离，那就不要再与谢战同住在一片屋檐下了。姨母拉着我的手啪嗒啪嗒掉眼泪。我10岁寄居国公府，到如今已有5年，这5年我与姨母朝夕相伴，她万分不舍。铮铮，你可是听说了丈儿要和相府嫡长女一亲的事？我愣了下，既觉得突然，又觉得理当如此。连我都想换个人生，谢战自然也会想弥补前世的遗憾，但我还是有些不解。沈小姐不是陛下定下的准太子妃吗？姨母道：当年陛下给太子订婚，并未言明是沈家哪位小姐。沈家除了沈云离，还有一位二小姐，只是为人低调，知道的人少。若沈大小姐和这儿结亲，估摸着沈家会将二小姐送进东宫。两家一亲的消息还没传出去，我也是上回无意间听国公爷提起。我点头，如释重负。上一世错乱的姻缘，在这一世得以修正，只等半个月后乌进进京。
我就能搬走了。府中又有了新的流言，说我勾引公子未果，开始欲擒故纵。那俩小丫鬟在后院议论时，我正在藏书阁整理书册。当初为了投谢战所好，这些都是我一掷千金收集来的孤本。离开国公府时，我要一起带走。正整理着，楼下的议论声被我听了个正着。江姑娘又出新花招了，之前追公子追那么紧，现在公子病了，又对他不闻不问，不就是想吊着公子吗？商女就是商女，尽用些勾栏里的烟杂手段，用再多手段也无用，公子不会喜欢她的。身段妖娆，容貌艳俗，哪像个大家闺秀？我懒得理会，全当狗吠。却听到有道熟悉的声音斥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！”冷冷清清的声线似寒冰雪。我探头往下望，病了一场，谢战瞧着清瘦了许多，一袭月白长衫穿在身上，风拂过时有些瘦骨嶙峋。他身边还伴着一个清丽脱俗的女子，正是相府千金沈云离。两个小丫鬟吓得面如金纸，扑通一声跪下磕头，请公子恕罪，婢子们知错了。谢战神色凛冽，罚封半年，再去孟管家那领10个板子。丫鬟们哭哭啼啼退下后，沈云离不解地看向谢战：“战哥哥为何发怒？不过是桩小事，下人们嚼嚼舌根，为何罚这般重？”他和谢战是青梅竹马，两人很是熟人，自有一股旁人无法插进去的亲昵。谢战敛了眉眼，风轻云淡道：“府中下人越发没有规矩，重罚是为以儆效尤。”沈云离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翳，又笑了起来，语气促狭道：“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还不是为了维护江姑娘？哎，江姑娘可真厉害啊！”谢战垂眸看着他，黑眸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宠溺和纵容。我并不是维护表妹，今日之事，即便是换作他人，我亦会如此处置。沈云离皱了皱鼻子，娇俏道：“好啦好啦，谢公子乃品性高洁的君子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啦。”谢战曾经也为我严惩过下人，那时我刚嫁给他，下人们看不起我出身商贾，给我暗中使绊子。他们有的是谢战生身母亲留下的陪房，有的是谢战的乳娘，皆是国公府有头有脸、颇有体面的老人。我本打算先忍，再徐徐图之。谢战得知后，却将他们全都逐出了国公府，赶去了乡下的庄子里。老国公勃然大怒，他对谢战的母亲情根深重，对他母亲留下的陪房下人也很是纵容。我姨母是他找的先夫人替身，那些下人从某种方面来说，也算是先夫人的一种替身。最后谢战被罚在祠堂跪7天7夜自省，我半夜偷偷去祠堂陪他一起跪。谢战要赶我走，我却挤到他身边缠着不放。我不走，或是因我而起，何况我们是夫妻，本就该有难同当。谢战的声音疏离又冷淡：“跟你无关，他们行事嚣张，早就该处置了。”字字句句都在撇清干系，我却抿着嘴角笑，心中很是欢喜。毕竟谢战早不处置晚不处置，下人们一冒犯我，他就立马处置了，还非要嘴硬说与我无关，我可不信。我跪得心甘情愿，只是没一会就觉得腿麻如针刺，偷偷改跪为坐，复又改坐为躺，最后窝在蒲团上沉沉睡去。一觉睡到天蒙蒙亮，我发现自己身上盖着谢战的外衣，闻起来有股淡淡的墨香，而谢战只穿着单薄的单衣，他还在跪着，腰背依旧挺得笔直，姿仪绝佳，犹如修竹。那是初冬，祠堂里阴寒森冷，谢战把外衣给了我，自己染了风寒，大病了一场。我看着他病恹恹的，烧得满脸通红，快要恨死那个在祠堂睡觉的自己了，趴在他床头哭得死去活来。他垂眸沉静地看着我：“若你我之间非要病一个的话，还是我来吧，毕竟我是你夫君。”我把这几个字翻来覆去的咀嚼，硬是让我嚼出了几分甜，脸上的泪珠未干，心中却恍惚在想，谢战对我应当也有几分情谊的吧，不然为何要赶走母亲的陪房替我立威？不然为何宁愿脱了外衣给我，宁愿自己生病也不喊醒我？我也是用了大半辈子才明白，谢战对我从来都与情无关，只与品性有关。他很好，
只是不爱我罢了，不是要找孤本。走吧。两人谈话间进了藏书阁，我不想与他们碰面，待在阁楼不动，等他们找完书离开。没成想，两人在楼下找了一会儿，很快又往阁楼木梯而来。阁楼较小，藏无可藏，索性也不藏了，与他们撞了个正着。四目相对，谢战冷然的眸色沉了沉。沈云离讶然道：“江姑娘竟在阁楼？还好我和战哥哥方才没说江姑娘坏话。”说着，他上下又打量了我几眼，笑盈盈的模样。看来传言也未必皆虚。江姑娘今日打扮很是浓艳，确实跟以往不一样呢，连我都喜欢得紧。上京城里这些贵女说话都喜欢夹枪带棒，暗藏玄机，先是讽刺我偷听，接着又讽刺我打扮艳俗。可我并不恼，不咸不淡道：“我自是比不得沈小姐高贵典雅，有贵女风范。上一世为了迎合谢战的端持雅正，我几乎从不上妆，首饰发簪皆为玉，衣衫也都是素雅清淡为主。而今日我却一袭红裙，嘴上涂了艳丽的口脂，头上戴的也是闪闪发亮的金簪，这样盛装打扮，像是又要勾引谁一般。可这就是原本的我，喜欢艳丽的衣裙，喜欢漂亮的胭脂水粉，喜欢金灿灿的华丽首饰。以前连我自己都厌恶那个艳俗的自己，我也曾无数次想让自己变成沈云离琼闺秀玉般的大家闺秀。如今我却觉得我很好，我不再想让自己活成别人的模样。我与我周旋久，应做我。我抱着方才整理好的箱子，准备下楼。谢战眼神扫了眼我手里的箱子，倏地开口：“表妹要带着这些书去哪？”我不想多生事端，看书打发时间。谢战定定地看向我的眼睛，一时间谁都没说话。阁楼里倏地安静了下来。沈云离弯了弯眉眼，笑着打破了屋内的死寂：“这么多书，江姑娘真能看完吗？还是留给真心爱书之人吧。”他眼睛一亮，拿走最上面那本书，满脸惊喜地看向谢战：“战哥哥，我要找的就是这本要经孤本。”我心头一阵火起，语气有些僵硬地道：“不问自取，即为道，请将沈小姐的书还给我。”沈云离瞬间红了眼眶，眼泪摇摇欲坠。谢战眉眼冷凝，声音冰冷：“表妹，你太过分了。”我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，可还是被谢战冷漠的语气刺痛了一下，居然别过视线。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方才话说得太重，又放柔语气与我相商：“你一时间也看不完这么多，能否将此书让给云离？你先看别的可好？”原来高高在上的谢公子也会为了心爱之人求人啊！我恍惚呢喃道：“若我偏要先看这本呢？”谢战没有听清，蹙了下眉，又问了一句：“表妹。”我看着谢战漆黑冷冽的眼睛，彻底释然。好，就依表哥所言，谢家和沈家要议亲的消息传遍上京城，我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众人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上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时，乌晋提前到京城了。我先去看了他新买的宅子，回来时天色已晚。在国公府的大门前，我们撞见了谢战，他骑马行至门口，我也恰好扶着乌晋的手从马车上下来，四目相对。谢战目光冰冷，直勾勾地看着我搭在乌晋臂上的手。我刚想给他行礼，他却面无表情转身，将缰绳交给门口的小厮，大步向府中走去。乌晋冷哼一声，嗤笑道：“装什么装？什么天下第一公子，我还天下第一大奸商呢！”说罢，扭头又对我笑了起来。他五官清俊秀丽，眉宇间还有几分少年气，笑起来神采飞扬。还好姐姐已迷途知返，那样的人不值得姐姐付出，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姐姐。我有些头疼。乌晋是我爹娘捡到的义子，比我小半岁，算是我弟弟，可他却一点都不想做我弟弟。还记得他刚来我家时，就跟我爹娘说，他长大后要入赘嫁给我。我爹娘行事也颇为不羁，竟也荒唐地允了他，说只要他能说服我，他们就支持。上一世，乌晋每见到谢战，都要骂上几句，而谢战见到乌晋，
脸色也会比平日里更难看几分。他们两人水火不容。和乌进告别后，我一路穿过游廊，踏上青砖甬道，快要走到院门口时停了下来。不远处的玉兰树下立着一道颀长的人影，谢战从阴影处缓缓走出来，月色如水倾泻在他身上，犹如谪仙下凡。谢战目光冷淡，沉默地看了我许久，久到我都想借口走人时，他才蓦然开口道：乌进此人城府极深，行事诡谲，并非良人。我微微一怔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误会我和乌进。我不想过多解释，语气平静道：乌进很好，他至少对我全是真心。谢战脸色一白：时辰不早了，表哥也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我淡淡说完，提步准备回自己的院子。擦肩而过时，却被谢战骤然拉住手腕，他握得很紧，饿得我手腕发疼。铮铮，不要选乌进。我回头看向他握着我的手，表哥，你逾矩了。他并未松开手，眼尾隐隐有些泛红，语气隐忍又克制道：那晚虽未发生到最后，可你我已有肌肤之亲，我理应对你负责。铮铮，我娶你，可好？和前世一样的诺言，说要对我负责，说要娶我，但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我的人生自有我自己为自己负责。我一字一句提醒他：表哥，你和沈小姐已经在一亲了。谢战如梦初醒，嘴唇翕动着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口，只能缓缓地无力地松开了我的手。翌日清晨，我去拜别了姨母，我的东西都已装进车内，乌进已等在马车旁。见我走出来，他忙迎了上来，眉眼皆是笑意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看着开心极了。姐姐，我给你备了你最爱吃的红豆糕和枣花酥，李妈妈一大早起来做的，她的拿手绝活，还热着呢，赶紧上车吃吧。我眼前一亮，顿时口舌生津，有些迫不及待上了。马车里面平稳又宽敞，乌进打开一个精美的食盒，点心的甜香瞬间溢满了整架马车。我拿出一块红豆糕，轻轻咬下去的瞬间，甜糯绵软的口感在我嘴里爆开，熟悉的味道差点让我红了眼眶。我曾给谢战做过一次红豆糕，我自幼跟李妈妈学的手艺，8分得了她的真传，又用了10分的心思。红豆都是我一颗一颗挑出来的，圆鼓鼓的一粒，红彤彤的又饱满。之所以选择送红豆糕，因为红豆还代表了相思，那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次。我欢喜地给谢战送去，恰好他在举办诗会，沈云里也在，他捂着嘴便笑了起来。江姑娘，你怎么会给战哥哥送这种东西？你从扬州来？不知道上京城的公子小姐们都不吃红豆糕，这是平民百姓才吃的。他说话的语调温温柔柔的，说的话却让人很难堪。其他公子和小姐都跟着笑了起来，只有谢战没有笑。他接过我手里的食盒，语气淡淡的替我解了围：多谢表妹，我晚上尝尝。后来我再次去寻他时，看到那个食盒放在角落已经落了一层灰，轻轻揭开盖子一看，里面的红豆糕分毫未动，干巴巴的像皱成了咸菜。我至于谢战就像是那盒红豆糕，他出于礼貌和教养收了，却提不起兴趣，最后只能放在角落成灰。后来我再也不曾碰过红豆糕，并将这道点心视为耻辱。可点心有什么错呢？明明错的是将食物分为3、6、9等的人。我拼命往嘴里塞，差点呛到。乌进轻轻帮我拍打着背，又给我倒了一杯温热的花茶，眼神干净又清澈地望着我。不着急，慢慢吃，姐姐试试这个花茶，很解腻。氤氲的热气沾湿了我的眼睫。我已经许久不曾体会到被人关心呵护的滋味了。姨母虽然将我视如己出，可她为人天真软弱，在国公府的日子并不算太好过，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保护她。而前世的我与谢战虽为夫妻，可谢战从未主动靠近过我，他只是静静站在那，等着我努力一步步地走到他身边去。我与他之间，我才是那个拼命给予、一直付出的人。红豆糕的甜味从舌尖慢慢进到了心里，我往乌进嘴里也塞了一块。你也尝尝。乌进眉眼弯弯，好吃，姐姐给的。车外先是传来一阵由远及近飞驰的马蹄声，
紧接着，我们的马受了惊吓般嘶鸣一声，下一秒，马车骤然停下，我没坐稳，差点摔了出去，被乌进眼疾手快地拉了回来。车外一道冷冽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表妹，这是要去何处？”我掀开车窗的帘子，谢战骑在一匹白色骏马上，伫立在马车旁，神色冷峻，静静地望着我。此时他该在早朝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离开之事本不想惊动他，可是到如今也无需再隐瞒。表哥，我要走了。谢战下颌角绷紧，勒着缰绳的手用力，指骨勒得发白。为何？国公府终究不是我的家。何处是你家？乌进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吗？他是我弟弟。弟弟。谢战嘲弄一笑，眼中似有浮光掠过。姜文征，你总是这样，总是喜欢一厢情愿。本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雨，春风乍起，细雨如丝。谢战满脸水珠，不知是水是泪，只眼尾泛着红，颤着声音问道：“铮铮，你也回来了，对吗？”一道春雷劈下，我内心却平静如水，没有激起任何涟漪。谢战哽咽不已，仓皇又急切地道：“铮铮，你不要我了吗？”“不要了。”“那孩子们呢？我们的一双儿女也不要了吗？”“他们会投到更好的人家，父母相爱，幸福一生。”谢战脸色惨白一片，素来清冷的面具寸寸皲裂。我神色平静：“谢战，你对我并不是情，只是经年累月的依赖。你上辈子已经辜负过我了，这辈子不要再辜负沈云离，也不要再辜负你自己真正的心意。”雨越下越大，谢战失魂落魄地伫立在雨中，良久才挤出一丝笑意：“表妹一路珍重，若有难处，定要来国公府寻我，我永远是你表哥。”车轮再次滚动往前，谢战立在路边目送我远去，而我不曾回头顾。春去秋来又是5载，如今我已20岁，还未嫁人，已经算是离经叛道的老姑娘了。可上京城内已经无人敢将我当作谈资，说我闲话，因为人人皆知江姑娘有个疯子弟弟，护犊子护得可厉害了。那弟弟还恰好是大理寺卿，简在地心，是陛下身边的红人。谁若敢嚼他姐姐的舌根，被他知晓，他提剑就要砍人，不死也会下去半条命。上京城内的贵女们也同仇敌忾，开始帮我说话。只因那江姑娘在上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铺子，里面的珠宝首饰、漂亮衣裙以及胭脂水粉都是她亲自设计的。每个从铺子里走出来的姑娘都能美若天仙，还美得各不相同。谁不想变美了呢？江姑娘成了贵女们趋之若鹜的对象。这5年和上辈子已经变了太多。上辈子太子身子弱，登基不到2年就驾崩了，留下了沈云离这个太后以及尚且1岁的幼弟，是谢战一次又一次拼命相护才得以保全。这辈子太子死得更早，他甚至没有熬到登基就死了。皇子们互相厮杀，最后由先帝最不喜的一个儿子，常年驻守边疆的2皇子夺了皇位。谢战和沈云离也没有成婚，沈云离先是定给了太子，后又和谢战一亲，皆没成事。京城内便有了一些不好的传言，便无人再敢娶她，而她也自有第一贵女的金贵自傲，没有随意找人下嫁，最后便和我一样，成了待字闺中的老姑娘，就好像要与针锋相对一般。我开了铺子，她办了女学，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声名远扬。那日我正治好衣和胭脂，沈云离登门，这是5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沈云离还是美得清新脱俗，只是气质好像变了，看着更加沉稳温润。他跟我道歉：“江姑娘，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，我曾暗中针对过你。此前我为人浅薄，读书识字只是为增加筹码的手段，教书育人这5年，方才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。”说着，他给我行了个大礼。我有些惊讶，扶他起来，又回了他一个大礼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一切恩怨似乎都烟消云散。沈云离要去游学了，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5年女学生涯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他要去见自己，见众生，见天地。我抱了抱他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上满天，我在京城等你平安归来。送他离京那日，
起了很大的风，风沙迷眼，我竟落了泪。乌静给我擦眼泪，半真半假的抱怨：姐姐对谁都心软，唯独对我心狠。说着，她又笑了起来。在外可指小而液体的玉面罗刹，心狠手辣、性子疯癫的大理寺卿，在姐姐面前却总是眉目如画，眼神温润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喜欢姐姐就好，我永远都会陪在姐姐身边。我一颗心像是泡在了蜜罐里，甜得发腻。这5年，我那颗已经麻木的心一点一点被乌静暖了回来，它开始重新变得鲜活、跳动，充满了活力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全心全意的被人爱着是这样的滋味。我拉着乌静的手，一起去爹娘的墓前。你还记得自己当初对爹娘说过的话吗？乌静似乎已经猜到我想要说什么，眼睛亮得惊人。我不要做义子，也不要当弟弟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入赘嫁给姜文征。我眼睛弯弯，轻声道：那么阿进，嫁给我好吗？乌静骤然红了眼睛，猛地将我拥入怀里，哑声道：姐姐，铮铮，我等你这句话真的等了好久好久，等了2辈子那么久。我心中一酸，回抱住他，泪如雨下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这辈子乌静也重生了。上辈子他为了我终生未娶，为我心甘情愿帮着打理了一辈子姜家的家业，不到30就累坏了身体，死后还将所有财产悉数给了我。临终前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狡黠地喊我姐姐。姐姐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用自己余生交换，求佛祖给我们重生一次的机会，下辈子你选我，好不好？我以为那只是他的戏言，渐渐便忘了，直到前2年才猛然想起，原来我能重来一世，皆是乌静求来的。我和乌静大婚，10里红妆，排场极大，连陛下都送来了贺礼。来的宾客很多都被乌静揍过，能说了吗？乌大人当初揍我们揍得那么狠，我早就看出乌大人对姜姑娘非同一般，反正肯定不是姐弟之情。这还用看吗？但凡姜姑娘在，乌大人的眼珠子都要粘人家身上了，瞎子都看得出来啊。好啊，你们早看出来了，竟不告诉我。我还傻傻的跟姜姑娘表达过爱慕之情，我说乌大人看我的眼神怎么像要杀了我一般。众人嘻嘻哈哈说闹起来，而这些我都不知情。我盖着红盖头，静静地坐在床边等着乌静。我知道他不会让我等太久。果然没一会，我便听到门吱呀一声轻响，有人推门进来了。我的心猛地漏掉了一拍，竟有些紧张了起来。阿进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吗？那人没有回答。我以为乌进是不满我的称呼，压下满心的羞涩，重新唤道：夫君。那人终于动了，转身仓皇离开了。我愣了下，随即意识到刚才那人不是乌进，没猜错的话，应当是谢战。很快门再次被推开，乌进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，走到我跟前，轻轻揭开了我的红盖头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脸颊烧得一片通红。姐姐，你好美。我看着他澄澈温柔的眼睛，里面盛着满满的爱意。我们喝完交杯酒，2人都傻傻坐在床沿边，谁都没有动弹。我想自己是姐姐，主动一点不为过，便鼓起勇气去解乌进的腰带，解了半天却不得其法，额上都快浸出冷汗。乌进一把握住我的手指，拿到嘴边亲吻，轻喘道：姐姐莫要再摸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。我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，不敢再动。乌进自己迅速褪去了外衣，温柔地拥着我睡进红帐之中。他缱绻地吻我，在我耳边耳语：姐姐，你在发抖。我恼羞成怒：闭嘴！乌进轻笑着，握着我的腰，将我禁锢在他怀里。好凶啊，铮铮，别害怕，我会很轻很轻，不让姐姐难受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把干柴，一点就着，整个人都要烧成灰烬，又像是一尾缺水的鱼，干涸地寻找着水源。屋外，风吹树叶簌簌作响，屋内，红烛摇晃，长夜无眠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